嗨，大家好，我是大头，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期 vlog 视频介绍一下我8月中旬在墨西哥城的游玩体验。壮观的日月金字塔，富丽堂皇的邮局，美味的当地食物，墨西哥城真的是个好吃好玩又不贵的旅游目的地。除了游玩了的景点，我还会介绍一下在墨西哥城吃穿住行相关的信息，希望对想要去旅游的朋友们有些帮助。最后插播一点，由于加航罢工导致的行程变化，不得不去瓜达拉哈拉转机带来的半日游体验，也是很有趣。视频较长，我将时间线分成了不同的章节，方便大家跳转观看。墨西哥城位于墨西哥中部的高原地区中央，是墨西哥的首都，也是墨西哥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整个大墨西哥城地区有2000多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之一。走在墨西哥城的街头，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真的是热闹非凡。好久没有离开加拿大去人这么多的城市旅游，一时之间还有点不太适应。我们在墨西哥城待了6天5晚，掐头去尾有4个整天的时间，行程安排比较松散随意，主要就打卡了一些非常热门的景点。首先是国立人类学博物馆，这也是墨西哥最大、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里面保存了许多前哥伦布时期重要的考古学与人类学的文物遗产。买票进门后就能看到这个巨大的石头雕塑，承载着顶部的建筑，形成雨伞的样子。展厅就位于雨伞身后 U 型的建筑内。这里没有地图手册，展馆的英文适配做的也不太好。逛完后发现，整个博物馆基本按照时期与地理位置，划分成了玛雅、阿兹特克、瓦哈卡、北部、西部、墨西哥湾等不同的展厅，全方位地展示墨西哥这片土地上的人文历史风貌。其中阿兹特克文明的展馆位于正中心的位置，这块重达24.5吨的阿兹特克太阳石又位于这个展馆的正中心，算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了吧。博物馆展品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这样的石头雕塑，包括日常生活与祭祀的用具、建筑物的外墙、装饰等等。这里不只是有室内展厅，与室内展厅相连的还有一些室外区域，复刻了一些墨西哥古代建筑，与周围的植物融为一体，非常好看。这个博物馆非常大，展品也很多，即便在英语内容适配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依旧在里面逛了3个多小时。最后逛得有些累了，有几个展厅都是走马观花式的一带而过。对于喜爱博物馆的朋友们来说，几乎可以在里面花上1整天的时间，非常推荐。这栋富丽堂皇的建筑是墨西哥邮政宫，我对建筑样貌也不太了解，就不知道这具体是什么样的建筑风格，只觉得很好看，是在加拿大和美国难以见到的类型。自1907年建成以来，直到今天，它都作为邮局使用。可供参观的博物馆的部分与正在工作的邮局部分分隔开了。由于在1985年的墨西哥城大地震中遭到损坏，现在看到的其实是1990年修复后的样貌。展厅中陈列了许多与墨西哥的邮政历史有关的物件，像是邮票、邮筒、信封等等。这样好看又有趣的地方，怎么能忍住不花钱呢？我在这里买了明信片寄给好友，在里面边走边看，拍照，也花了大约2个小时。想要拍照的话，建议一大早开门就来，人少，光线也好。
在邮政宫北边一街之隔的地方就是国家美术馆，在这栋门口有雕塑的古建筑物内，馆藏主要是从16世纪到20世纪中期展现了墨西哥历史的艺术作品。整栋建筑也是很有特色，有一个中庭的空间，从四周的走廊就可以进入一个个展厅。由于展厅里的主题还有作者的介绍都只有西班牙语，室内信号不太好，所以翻译软件不好用，就只能靠观看来与作品连接了。但即便不知道具体的历史时期的背景故事，也是可以从画家们的笔触与色彩间感受到他们想要传达出的情绪。这里非常大且馆藏很多，即便走马观花式的逛一逛也要花上1-2个小时。邮政宫的西侧有一座地标建筑艺术宫，外侧白色的外墙加上暖色调的渐变屋顶，非常好看。来之前没仔细做攻略，从外面看以为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博物馆，进去后才发现只有主厅以及旁边一些小的展厅可以参观，其余的剧院和办公区域是不对游客开放的。这里的展品都是一些当代的艺术作品，许多都是与上世纪特定历史时期的事件有所关联，我们也就是匆匆一瞥。巴斯孔塞洛斯图书馆算是一个网红打卡地，图书馆的结构设计比较有趣，书架像是悬浮在半空中。我们去的时候刚好赶上有英文导览，就被带着在图书馆以及外侧的庭院内走了一圈。图书馆的主建筑由3部分组成，中间有连接的结构，目的是为了抗震。外侧有好几个庭院，栽种了很多植物。图书馆内几乎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的，进门的地方还有专门铺设一小段盲道，通往为盲人设置的图书区域。图书馆1层大厅正中央悬挂着一个鲸鱼骨架的标本，周围的书架被漆成了蓝绿色调，意在这条鲸鱼虽然无法再在海洋中游动，但它现在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比喻。来这里主要目的就是拍拍照，如果没有导览的话，大约也就停留1小时左右。索马亚博物馆是墨西哥富豪卡洛斯的私人博物馆，以他过世的妻子命名。这栋建筑的外墙有16000块6边形的铝片覆盖，真的是非常壮观又有科技感。博物馆里面收藏了雕塑、绘画、历史文件、宗教遗物等许多艺术品，种类五花八门的，逛起来很有趣。墨西哥城中心宪法广场北边这座天主教堂，是美洲最大的大教堂之一。内部有许多小堂，各自都有华丽的祭坛、绘画和雕塑。我们到的时候是下午1点半左右，教堂内非常多人。正中央的大厅内侧暂时没办法进去，因为马上有一场弥撒。虽然对宗教不太了解，但这里雕梁画栋，这样精美的建筑还是值得一看的。以上介绍的这几个景点几乎都集中在墨西哥城中心的位置，互相之间距离很近，根据预估的游玩时间以及每个景点的开放时间来安排每日的行程就好。接下来要介绍的日月金字塔位于墨西哥城外东北方向，车程大约1小时左右，需要花1整天的时间来游玩。日月金字塔所在的地方是提欧提瓦坎遗迹，
其实大家称这个地方叫日月金字塔并不太准确。Teotihuacan 不仅有金字塔，它还是一片结构复杂、人口众多的城市遗址。保存完好的壁画以及各式各样的考古发掘物品，展现了当时在这里居住的人的生活样貌。整个遗迹真的非常大，有83平方公里。虽然没有无人机，但是人类历史学博物馆里这个微缩模型很好地展示了 Teotihuacan 的布局。这条南北向的路就是死亡大道，远处最北端的为月亮金字塔，中部东侧最大的是太阳金字塔，南端有羽蛇神庙。当真正站在金字塔旁的广场时，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它的雄伟壮观。月亮金字塔当前是开放游客攀爬的，阶梯非常陡峭，站在上面可以远眺太阳金字塔。死亡大道这个名字也是很有意思。哥伦布时期，西班牙殖民者看到这里的金字塔后，就以为与古埃及的金字塔一样是作为陵寝来使用，所以将这条路叫做死亡大道。但其实这里的金字塔是用来祭祀或占卜的。太阳金字塔现在暂时没有对游客开放，只能在底座旁边看一看。太阳金字塔的南边有一个墨西哥与土耳其政府共同建造的博物馆，里面陈列了许多遗迹中发掘出的文物，并且附有英文版本的介绍，所以我们即便没有跟着导游讲解，也能对 Teotihuacan 的历史了解个大概。来之前查了一下攻略，选择从北边月亮金字塔附近的3号门进入，从太阳金字塔对面的2号门出，这样可以不走回头路，将整个园区逛一遍。因为想拍照的时间更自由一些，就没有选择抱团跟着导游讲解，但也在里面逛了3个多小时。很推荐早上8点一开门就来，人很少，拍照也方便。等我们走的时候，死亡大道上已经是人山人海了。刚好接着 Teotihuacan 说一说在墨西哥城的交通。墨西哥城是一个无论你什么时候打开地图都能发现至少5起车祸报告的地方，仿佛从太阳升起到落下一直都处在拥堵的状态。好在旅游的时候不用自己开车，在墨西哥城的这几天都是靠打车出行。从酒店到室内的景点花费在100墨西哥比索左右，基本不超过10加币，非常便宜。而且大部分景点互相之间都是走路5到10分钟的距离，不需要频繁坐车。市中心的景区想要打车返程会很麻烦，交通拥堵，1公里的路程要等至少15分钟，司机很可能不愿意来，最好多朝外走几条街再打车。朋友推荐用国际版的滴滴打车，说价格比 Uber 更便宜，实际体验下来两者差别不大。主观上感觉用滴滴的时候司机接单更快， Uber 的车稍微好一些。前2天在市区打车用滴滴的时候没觉得有什么问题，直到第3天去 Teotihuacan， 因为我到现在也没明白中间一段收费路段的费用该怎么支付。我们用的滴滴的 App 中明确写了，过路费包含在最终的报价里，不要给司机任何过路费用。社交媒体上大家的说法也是这样。当天我们去城时，司机找我们要过路费，发现我们不懂西班牙语，他就自己用现金付了，后来账单中也没让我们多付钱。然而回城时的司机在收费站前停下车，用翻译软件不断跟我们说他没有滴滴给的 tag， 没办法自动扣除过路费，如果我们不给过路费的话，就只能结束行程。我们无奈只好付了钱，拿到了过路费的收据。本以为可以很方便找滴滴报销，结果完全找不到联系客服的入口。
提交了问题描述后也没有任何反馈。离谱的是，从第2天开始，我的 App 就一直报错，完全没办法正常使用。不知道与我提交了好几次反馈是否有关系。110比索的过路费并不是什么付不起的价格，只是觉得这个事情居然一直搜不到明确的答案，真的是非常奇怪。从 Reddit 上网友的体验来说，用 Uber 打车的话，在发生这样的事后能很容易找到客服去申报。不过我也没有再试一次的机会，推荐大家打车时备一些现金，司机要的话就给，并且拿好收据，事后提交申请退款。当然 Teotihuacan 这里也可以很容易找到如何坐大巴车抵达的详细攻略，价格每人往返是140比索左右，比打车还是便宜不少。墨西哥的气候总会让人觉得是冬天温暖而夏天炎热，或许海边度假地是这个样子，但墨西哥城真的很与众不同。墨西哥城平均海拔有2200米，高原气候使得常年温度都非常适宜，即便在8月，白天的气温也只有23、24度，与温哥华的夏天很相似，非常舒适。虽然8月份是雨季，天气预报的图标也是每天下雨，但其实每天的白天都是艳阳高照，只有到傍晚和深夜才会开始下雨，时不时还伴有雷暴。第1天夜里降落时，就可以看到远处云层间的闪电。来这里游玩，就是白天要做好防晒，尤其是去 Teotihuacan 遗迹的时候，那里完全没有遮挡，高原的阳光晒在皮肤上真的很灼热。夜间则需要多穿一件外套保暖。住宿的话，攻略上说 Polanco 和附近的 Roma 区是比较安全的地点，我们也是选择听从建议，在 Polanco 找了家酒店入住。确实周围的街区相对更干净整洁一些，颇有一点中国国内街道的感觉。这里离市中心的景点都非常近，打车也方便，像是人类学博物馆就在酒店旁边，走路15分钟的地方。在墨西哥城吃饭的一大特点就是量大又便宜，像是这么一大盘 chip 与 salsa 的组合，只是餐前免费送的小吃，味道上多是辣椒、青柠带来的酸辣味型。碳水基本上就是玉米饼的各式变种，我们都很喜欢吃，也完全没有做什么攻略，都是当天现找吃的，看着评价不错就去吃了。这家连锁的 taco 店味道在线，价格便宜，我们光顾了2次，有英文的菜单，每个人点一份这个 3 proteins 加一份可乐就差不多了。不得不说，墨西哥的可乐是真的挺好喝的，不涩口，每天都要喝2瓶。墨西哥城也有许多南美的烤肉店，像是这家阿根廷烤肉店，这一大份双人烤肉套餐，1公斤的肉量，有牛肉、香肠、鸡肉和鸡杂，搭配一大份薯条和沙拉，才800比索，味道好又便宜。墨西哥菜很好吃，但是其实也是很多油脂和盐在里面，被酸辣的味道掩盖，不知不觉中就摄入了很多卡路里，吃完总觉得消化得很慢。早餐就都是在吃酒店的自助餐，算是这一天中最清淡的饮食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墨西哥吃到的甜点都没有美国那么甜，我觉得很接近亚洲人的口味。最好吃的居然是瓜达拉哈拉酒店 lounge 里这款龙舌兰拿破仑酥，甜味、酒味、巧克力以及表面的糖渍柠檬的酸味与清香，这几种味道平衡得非常好，口感也丰富，希望之后出一期视频复刻一下。那最后就来说一下从墨西哥城去瓜达拉哈拉半日游的体验。这个计划外的行程体验还是很不错的。说是计划外，是因为去墨西哥城期间刚好赶上加航罢工，凌晨3点出发去机场改签6点半的航班，在柜台被告知里程票只能打电话改签。此时由于大面积航班取消，电话已经完全打不进去，而且最近的墨西哥城起飞的直飞航班已经是4天之后，于是临时决定飞去旁边的瓜达拉哈拉转机飞温哥华。
飞瓜达拉哈拉的航班是从墨西哥北边的新的机场 NLU 出发，这里2022年才投入商业使用，真的比 MEX 现代化不少，有点像是北京大兴机场的样子。在机场里临时搜索了关于瓜达拉哈拉的信息，说这里是罪恶之都，有许多大毒枭，经常有人失踪什么的，弄得我还有一点点紧张。但是对他的印象从在机场开始就有些改变。由于 Uber 不允许从机场接人，我们选择用机场的出租车服务，真的是非常标准化又舒适的体验。在取行李的出口处柜台告诉工作人员你要去哪里，获得报价后付钱，拿到一张二维码票单，在等出租的地方看屏幕上的号码，轮到自己的时候把票给工作人员，然后根据指示上车即可。价格与 Uber 基本持平，司机着装，车内环境都干净整洁，可以放心使用。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商业区，旁边有个大商场，特别像国内的百货大楼，周围还有写字楼，感觉比较安全。瓜达拉哈拉能逛的景点非常有限，毕竟不像是墨西哥城一样是一个知名的旅游城市。我们只光顾了中央区的大教堂与卡巴尼亚斯博物馆。大教堂比墨西哥城的教堂占地面积略小一点，内部也是高挑的穹顶与繁复的装饰。虽然这里是中央旅游区，从教堂走去卡巴尼亚斯博物馆的路上，行人却并不多。这一片相对来说也是安全的区域，在户外走动没有什么问题，街区干净整洁。卡巴尼亚斯博物馆原先是美洲最古老、最大的孤儿院与医院综合体之一，现在变成了博物馆。主厅中有许多壁画，两侧的门廊中有一些小的艺术作品展厅。上午的阳光比较柔和，与这里的建筑结构配合，形成好看的光影效果，很适合拍拍照。匆匆一瞥，觉得瓜达拉哈拉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规划与道路的平整程度都要比墨西哥城好不少，不知道是不是大毒枭们给捐了不少税款呢？推荐给想要来墨西哥旅游的朋友们，很适合安排一个1到2天的行程。以上就是我们在墨西哥城的游玩体验。虽然人还在北美，但是走在墨西哥城的街头，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与人群，商店的卷帘门，建有钢铁围栏的公园，扫大街的环卫工人，真的梦回国内20年前的2、3线城市。即便在8月盛夏，这里的气温也是异常温和，非常适合过来避暑。如果是亡灵节期间造访，一定又是另一番热闹的景象。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我是大头，我们下期再见。